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后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多疑残暴、宁可我负天下人，莫要天下人负我的乱世奸雄，却不知他也曾满怀赤子之心，一心匡扶汉室，奈何世事如刀，专斩风平浪静，屠龙者终成恶龙。直到曹操66岁时，这个纵横天下40余年，为了国家的一统和安定，奔波了一辈子的一方霸主，才得以回归本色，颁布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命令。曹操嘱咐自己的家人要学着做鞋织布，万一以后生活不济，可以卖掉换钱以自己。将家中那些不舍得用的衣服和香料分给了兄弟们，并要求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口气看懂曹操的传奇一生。从公元155年出生至公元220年在洛阳病逝，曹操享年66岁。他出生于宦官世家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操为汉相曹参之后，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。而这个曹腾曾服侍过4代汉帝，颇有名望。后来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，等到了汉灵帝时期，以官至太尉。可以说曹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。少年时的曹操就表现出了对武艺的爱好与才能，他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研究兵法，而且任性好侠，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，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稳健的基础。当时汉朝设立的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叫做举孝廉，谁能孝顺亲长，廉能正直，谁就可以被提名做官。曹操在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，来到京都洛阳为郎，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在一群皇亲国戚住的地方负责管理秩序。血气方刚的曹操上任之后就深明禁令，严肃法纪，还制造了10多根5色大棒挂在了衙门左右，声称有敢犯禁者接棒杀之。此时的曹操还只是单纯的想做汉室的一个好官，可这群皇亲国戚哪管你什么禁令，很快就有人做了出头鸟。皇帝有一个十分宠幸的宦官，名叫蹇硕，他的叔父违禁夜行，被曹操用5色棒处死。至此京师敛迹，无敢犯者。但曹操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当朝的权贵，碍于其父亲曹嵩的关系，曹操被明升暗降为了顿丘令。到了公元178年，曹操又因为自己的堂妹夫宋祁被宦官诛杀，受到牵连，被免去了官职，只好回到家乡谯县居住。2年后，曹操又被朝廷征召，任命为了议郎。此时东汉朝廷宦官乱政，大将军窦武等人便谋划诛杀宦官，但不料事情没有成功，自己反而被宦官所害。曹操曾多次上书汉灵帝，说明窦武等人为官正直却遭陷害，致使奸邪之徒满朝，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形。虽然言辞恳切，但却没有被汉灵帝所采纳。随着东汉朝政的日益腐败，曹操此时已深知汉室再已无法匡正。公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曹操被拜为骑都尉，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。曹操凭借着自己杰出的指挥能力，大破黄巾军，斩首数万级，因功被升为了济南相。在济南相的岗位上，曹操仍然初心不改，治事如初。面对治下10多个县的县吏依附权贵，贪赃枉法，无所顾及的行为，曹操大力整治，一下奏免了大部分的长吏，使整个济南为之震动，贪官污吏纷纷逃窜。最终在曹操的治理下，济南郡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本以为可以靠着政绩一步步地为朝廷效力，可无奈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的时刻，买官卖官甚至都有了制度。曹操因为不肯迎合权贵，便托病回归乡里，暂时隐居。公元188年，汉灵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削弱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，在洛阳的西园招募壮丁，设立了西园8校尉。34岁的曹操因为其家世而被任命为8校尉之中的典军校尉。1年后，汉灵帝驾崩，太子刘辩登基，何太后临朝听政，大将军何进便想借机诛灭十常侍，但却没有得到何太后的支持。何进不顾曹操等人的劝阻，执意征召停留在河东郡的董卓率部入京，
想以此来胁迫何太后同意诛杀宦官。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到董卓入京，何进就被宦官的下属谋杀。至此，董卓趁机入京乱政，把汉少帝废为弘农王，而改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，自称太师，专擅朝政。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，不愿与其合作，于是改名换姓，逃出了洛阳，回到陈留，散尽家财，招募义兵，号召天下英雄一同讨伐董卓。公元190年，袁术等人共同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，起兵讨董。被联军击败的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，自己则焚毁宫室，挖开王陵，劫掠百姓，致使洛阳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不复人烟。而关东联军因惧怕董卓凉州军的战斗力，无人敢向关西推进，全都屯兵在酸枣一带，互相观望。只有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罪不可恕，于是独自引军西进。兵至荥阳时，被董卓手下的大将徐荣击败，士兵损失大半。曹操自己也身负箭伤，幸得堂弟曹洪所救，才幸免遇难。而关东诸军名为讨董，实际上各自心怀鬼胎，都想伺机发展自己的势力。不久后，诸军之间发生了摩擦，相互火拼，联军至此解散。2年后，青州的黄巾军发展壮大，连破兖州郡县，斩杀了兖州刺史刘岱。38岁的曹操被众人迎为兖州牧。曹操设祈福，昼夜会战，击败了黄巾军，获降卒30余万，人口100余万。曹操将黄巾军的精锐组成了青州兵，开启了自己的称霸之路。公元193年，曹操大败袁术、黑山军与南匈奴，并率军征讨陶谦，进兵徐州，开始向东南扩展势力。但最终因军粮将尽，只好撤军。1年后，曹操的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在前往投奔曹操的路上被陶谦派兵杀害。曹操再次发兵征讨徐州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曹操杀徐州男女数十万，鸡犬不留，导致泗水为之不流。可就在这时，东郡守备陈宫因对曹操不满，迎立吕布为兖州牧，抄了曹操的大本营，只剩下2个县依靠着夏侯惇和荀彧等人的坚守，还在曹操的掌握之中。曹军立即撤兵回救，与屯兵在濮阳的吕布相持100余日，后因蝗灾大起，双方才就此罢兵。曹操还军鄄城，至此不仅兵粮用尽，还失去了兖州。要不是程昱的劝阻，曹操还真就投靠了袁绍。公元195年，曹操整军再战吕布，3次将其击败，平定了兖州。吕布则兵败逃往徐州，投靠了刘备。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因李傕郭汜的火拼，汉献帝从长安逃了出来，下诏让各路诸侯前来擒王。曹操看准时机，奉立东行的汉献帝于许昌，开始奉天子以令不臣。之后又用了4年的时间，先后破袁术、灭吕布、降张绣、逐刘备，将势力扩张到了黄河以北，逐步走上人生的巅峰。公元199年，45岁的曹操为了应对与袁绍的战争，亲自率军屯兵于官渡，并派投奔自己的刘备截杀了想要北上的袁术。可刘备却与董承等人奉衣代诏，谋划诛杀曹操，并袭杀了徐州刺史车胄，占据了徐州。曹操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军击破了刘备，可袁绍却并没有趁机发兵进攻曹操，因而错失了击败曹操的最佳时机。1年后，袁绍命大将颜良进兵白马，自己则率大军屯兵于黎阳，拉开了大战的序幕。按理说，曹操的实力比袁绍要弱得多，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，而曹操所占据的地盘又是4战之地，怎么说曹操都没有胜算。可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曹操，最终还是扬长避短，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，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，击溃了自己最大的敌人。自此，曹操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。公元202年，袁绍病逝，他的2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为了权力发生了火并。袁谭战败后向曹操求救，曹操则趁机率军光明正大地击败了袁尚，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到了邺城，收获了洛神。之后又以赴约为名攻灭了袁谭，至此冀青2州平定。从公元205年开始，曹操用了3年的时间，收服了以张燕为首领的黑山军，消灭了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势力，平定了并州，远征乌桓，斩杀乌桓单于蹋顿，
俘获胡汉俘虏20余万，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。统一北方之后，54岁的曹操开始开辟玄武池训练水军，废三公，恢复丞相制度，并自任汉朝丞相，将兵锋转而向南，进军南征荆州的刘表。可还没等曹军到来，刘表就已经病逝了。他的儿子刘琮举荆州之众投降了曹操。曹操本想乘势一举鲸吞江东，但在鲁肃和诸葛亮等人的努力下，刘备和孙权结成了联盟。孙权命周瑜率军3万与刘备合军，共同抵抗曹操，双方隔江对峙。周瑜用诈降之计大破曹军，赤壁大败之后，曹操只得率军从华容道撤军北还。公元211年，曹操因南下受挫，将剑锋转向西北，下达求贤令，提出不拘品行、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，想尽一切办法将人才收罗到自己的身边，并率大军亲征关中，大败关中联军，先后消灭了关西11部、张鲁等割据势力，占有了陇西之地，使凉州地区基本得到平定。汉献帝则准许曹操参拜不明，剑履上殿，跟曾经的汉丞相萧何享受同等的待遇。公元213年，59岁的曹操亲率大军，号称40万，再次南征。孙权则率军7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。两军相持月余，由于春雨瓢泼，江水上涨，曹操见难以取胜，便率军北还，留下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千古名句。此时的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魏公，加9锡，建魏国，定国都于邺城，同样设置丞相、太尉、大将军等百官。到了公元216年，汉献帝再次加封曹操为魏王，位在所有诸侯王之上，并且可以奏事不称臣，受诏不拜，出行等一切待遇皆如汉制，王子皆为列侯。曹操名义上虽非天子，但实际已经有了天子之实。1年后，63岁的曹操再次南征，率军猛攻濡须口，并击败了孙权。孙权只好遣使请降，曹操答应了孙权的要求，并允诺重新结为姻亲。之后，马不停蹄地率大军赶往关中，坐镇长安，以应对向汉中发起进攻的刘备。与此同时，边塞硝烟再起，曹操只好命曹彰北征，并大破乌桓、鲜卑联军。公元219年，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，驻军于定军山。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有利地势，但被黄忠所斩。曹操得知后，亲率大军前往夺取汉中，但是刘备坚壁不出。曹操在与刘备相聚数月后，决定放弃汉中，撤往长安。可还没等屁股坐热乎，关羽就趁襄樊兵力空虚之际，向曹操发起了进攻。秦于禁、斩庞德，将樊城团团围住。曹操只好从关中赶到洛阳，亲自指挥救援樊城，最终联合孙权偷袭了荆州要地江陵，这才结束了襄樊战役。战后，孙权遣使入贡，向曹操称臣。公元220年，66岁的曹操在还军洛阳之后病逝，他临死前留下了遗令，也就是我们视频开头所提及的事情。曹操在世时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恢复经济，稳定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局面，推行屯田、兴修水利，实行盐铁官卖制度，对当时社会名都空而不居、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的悲惨景象起到了积极的整顿作用。